大家好，我是威廉。在上一期影片的最后，威廉留下了关于劲风4型海上部署的技术难题。看到评论区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今天威廉就来揭晓答案。其实不论是延误腐蚀还是发射摇晃，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真正的难关是海上摇晃导致的惯导静止基座对准。在陆地上，惯导校准绝对坐标非常简单，但在海面上，哪怕只是微幅晃动，也会对高精度陀螺仪产生巨大的干扰杂讯，导致没办法初始化。为此，工程师必须写入复杂的动基座对准演算法，利用母舰的高精度数据进行即时补偿，才能让无人机在海上安稳起飞。答对的朋友，记得在评论区给自己点个赞。不过，当我们在讨论无人机如何克服风浪、刺破长空的同时，你有没有想过，在完全没有风浪，只有一片死寂与冰冷的深海里，另一场决定生存的游戏早就悄悄开始了。此时此刻，在我们不远处的深海温月城下方，一艘水下排水量近3000吨的潜舰正在无声巡航。它没有无人机那种亮眼的科技感，看起来甚至有些笨重，但它却是东亚地缘政治中最让各方情报机构头疼的角色，这就是海鲲号，我们首艘自制常规动力潜舰。最近围绕这艘潜舰的舆论可以说是一场大乱斗，有人说它是守护海疆的底牌，也有人质疑它是拼凑出来的万国牌玩具，甚至有人拿着照片指控它外壳严重变形。今天威廉带大家直球对决，不用深奥的政治口号，我们用技术分析和国防账本彻底拆解这艘被寄予厚望的潜舰，看看它如何打破技术空白，拼凑出这座深海奇迹，而它又将如何重新定义我们的防线。要了解海鲲号，我们得先看懂它的技术底子。很多人一听到自主研发，就觉得必须是100%纯国产。但威廉要说，在现代工业中，这种想法在工程上不现实，在经济上更是灾难。海鲲号的诞生，本质上是一场全球供应链拼图游戏。我们不需要什么都自己造，关键在于能不能把顶尖零件完美拼在一起。我们第一个要拆解的就是它的外壳材质。潜舰要在水下活动，承受的压力超乎想象，水下300公尺，潜舰每平方公尺，外壳要承受几十辆汽车叠在一起的重量，一丁点缝隙，整艘潜舰就会在瞬间像铝罐一样被压扁。海鲲号用的是台湾钢铁大厂专门研发的高强度合金钢，它不仅极度抗压，还能通过爆破震波测试，即使旁边有深水炸弹爆炸，钢板也能像防弹衣一样把震波弹开。能掌握这种特种钢材与焊接工艺，说明我们在基础重工业上已经迈过了最难的一关。接下来我们看看它独特的 X 型尾舵。传统潜舰多用十字舵，一主管上下，一主管左右，但这在浅水区航行或者贴近海底座体静默时，垂直向下的舵叶很容易刮到海底礁石，导致失控。而 X 型尾舵的4个舵叶都是斜向角度，这带来了2个实际的优势。第一是安全，没有任何一个舵叶垂直指向下方，底盘防刮能力大大提升。第二是极佳的操控灵活性，十字舵转弯时只有2个舵叶在工作，而 X 型舵在转弯或升降时，4个舵叶会在液压系统的控制下同时偏转，这让潜舰在水中的转弯半径更小，姿态控制也更加精准。最后我们聊聊动力源，这是海鲲号最受争议但也最激进的决定。传统柴电潜舰必须定时浮到接近水面的地方，伸出通气管启动柴油机充电，但在现代雷达和反潜机的监视下，潜舰的生存率难以保障。为了延长水下潜航时间，很多国家采用了 AIP 系统，也就是绝气推进系统。顾名思义，这是一种不需要外界空气就能让发动机运转的技术。它通常是利用潜舰内部自带的液氧和燃料，通过燃料电池或特种发动机来发电。有了 AIP 系统，潜舰在水下憋气的时间可以从原本的几天直接延长到2到3周，这大大减少了潜艇浮出水面充电的次数，隐蔽性成倍提升。但说实在的， AIP 系统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它不仅体积庞大，结构极其复杂，而且技术门槛非常高，在国际现实下，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顺利获取。于是研发团队索性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甚至可以说是弯道超车的选择。原型舰先用技术成熟的传统铅酸蓄电池，而后续的量产舰则规划直接换装我们自主研发的第5代锂电池技术。这时候你可能会问，威廉，手机电池用久了都会发热膨胀，潜舰空间那么小，塞进去那么多锂电池，
难道不怕在深海里着火吗？老实说，这确实是当时研发时最棘手的工程难点。所以这批特制的前舰锂电池采用了防护等级高达 IP69 的防热失控与多重密封技术。简单来说，就是把每一颗电池都放进了绝对防水、防高温燃烧的保险箱里。不过冒这个险绝对是值得的，因为锂电池能提供好几倍的电能密度，充电速度又极快。一旦前舰在水下遇到被锁定的危机，需要紧急逃逸时，锂电池能在瞬间爆发出巨大的电能，让推进电机全功率运转。这在战场上就是决定生死的保命符。讲完了技术，我们来看一下海鲲号放到周边地区到底算什么水平。我们不自嗨也不贬低，直接对比最成熟的常规潜舰。先看体量，海鲲号水面排水量大约2500吨，水下潜航接近3000吨，长度大约70公尺，在常规潜舰里，这算是不大不小的尺寸。相比之下，日本大鲸级水下超过4000吨，对台海来说有点太重，而德国214型只有1700吨，又显得有些单薄。所以对我们来说，2500吨到3000吨真的就是一个黄金平衡点。这个体量既有足够的内部空间去装载美制重型鱼雷和复杂的战斗系统，又能在水深较浅的台湾海峡保持极佳的避障与灵活性，可以说是为台湾量身打造的吨位选择。再来看它的系统，海鲲号在这方面拿到了 VIP 入场券。它的数字化声呐与战斗射控系统是由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协助整合的，能将微弱的声呐讯号通过高速计算机进行过滤与 AI 分析，直接还原周围船只的方位和型号，搭配6管533毫米鱼雷管，发射美制 MK48 重型鱼雷或反舰飞弹，只要命中一发，就足以让大中型水面舰艇彻底瘫痪。当然，我们要客观的面对差距。常规潜舰的生命在于安静，海鲲号安装了自研的弹性基座，像高级避震垫一样吸收机器震动。但作为首艘原型舰，它也有技术妥协，因为无法外购军用级的高静音柴油发动机，海鲲号只能在体内安装6台商用柴油发电机组。这种并联运转方式物理震动较大，低频共振噪音会比较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后续舰要急着换装锂电池的原因。只要电量够大，就能尽量不启动柴油机，保持极致的静音。在光鲜亮丽的测试照片背后，海鲲号的诞生过程其实是一部充满了挫折、外交为主和法律冒险的惊险小说。要知道，我们想要现代化潜舰，想了整整30年。自从1988年荷兰建造了2艘舰龙级潜舰正式成军后，国军的水下力量就彻底停滞了。你敢想象吗？到了21世纪，水下部队居然还要靠二战时期美国建造的服役超过70年的海狮级老古董来撑门面。这艘老潜舰在海里走，船员们甚至能听到耐压壳因为老化而发出的异响。我们不是没有想过外购，2001年美国答应出售8艘柴电潜舰，但当时因为内部政治斗争，预算在立法院被删得一干二净。等到想买的时候，美国海军自己早就转为全核动力化，常规潜艇的生产线早就拆光了，外购这条路也就彻底死掉了。眼看现役潜舰快要变成海底铁棺材，2014年海军决定放手一搏，启动潜舰国造。为了积累经验，工程师们做了一件极其疯狂的事，他们对那艘二战时期的海狮号老潜舰进行了深度翻修，利用逆向工程把老潜舰拆开，重新更换耐压壳和发电机，硬生生把这艘古董修好了。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工程人员第一次摸到了潜舰耐压壳制造的门槛。但没有设计图怎么办？关键设备怎么办？这就不得不提到在国际新闻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韩国技术人员泄密案。在研发最关键的几年里，韩国法院审理了多起涉及将常规潜舰敏感军事蓝图非法透露给台湾的诉讼。这一系列的法律事件揭开了海鲲号背后最大的秘密。在极度严峻的外交限制下，为了造出这艘潜舰研发团队通过各种非官方管道，在全球范围内招募几百名常规潜舰的退休专家和工程师。他们有的是英国的液压专家，有的是韩国的造船总监。这些人顶着巨大的法律风险和地缘政治压力，来到高雄的密闭厂区里隐姓埋名，没日没夜地画图纸、调参数。海鲲号上的每一个焊缝、每一根管道，都凝聚着这群无名英雄的心血。这是一场没有声响的战争，也是我们国防自主奋斗史上最动人的篇章。
身为最受瞩目的防务工程，海鲲号从动工的第一天起，就承受着极高密度的舆论攻击与虚假讯息干扰。这些流言往往利用大家对水下物理学和工程学的不了解，刻意制造焦虑。网上流传最广的一个谣言是说，海鲲号在首航测试后，艇体表面出现了严重凹凸不平的波浪纹。有人冷嘲热讽说这是瘦马效应，证明钢板厚度不均匀，焊接技术太差，潜舰在水下随时会解体。威廉在这里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基本的物理和造船常识。潜舰为了在水下获得全方位的感知能力，会在艇体侧面安装各种声呐阵列。海鲲号侧面那个看起来微微凸起，有点像贴了一块膏药的地方，根本不是什么变形的钢板，而是它的被动测距声呐天线罩。这个天线罩是用特殊透声材料做的，为了保证声波能传进去，它的材质和流线型外观本来就和周围的耐压钢板不一样。相同的结构在西班牙的 S80 潜舰以及澳洲的科林斯级潜舰上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舆论利用折射光影的照片，结合公众对潜舰构造的不熟悉，硬生生把一个先进的声呐系统说成了豆腐渣工程，这就是典型的认知干扰。还有一个质疑是，国外的潜舰都能潜300到400公尺，海鲲号还是才潜50公尺、100公尺，是不是技术不行，不敢往下潜？威廉听到这个质疑只能摇头。任何一艘新潜舰在海试时，都必须遵循由潜入深渐进式的科学原则。第一次出海，首先要做的是浮航测试，看看船在水面上走得稳不稳，方向舵灵不灵。接着是通气管状态下潜，大概潜个10到20公尺，测试引擎吸气和排气系统。然后是潜水试潜50公尺、100公尺，一步步测试耐压壳在不同深度下的应力数据。其实海鲲号目前早已顺利进入了海上测试的后半段，不仅完成了深水耐压潜航测试，甚至在最近的海试中成功进行了实弹超雷的发射演练，技术状态非常稳定。它采用了特种钢材，经学者推估其实际设计最大潜深在300到420公尺之间，这在国际现代常规动力潜舰中完全是主流水平。讲到这里，威廉想先停一下，不知道荧幕前的大家是否了解关于常规潜舰的2个非常关键的技术细节？如果你能全部答对，那你绝对具备进入台船或中科院当研究员的潜力。第一，海鲲号在后续量产舰中计划换装的第5代锂电池技术，除了能量密度大之外，在物理安全上面临的最大工程挑战是什么？是海水倒灌导致的化学短路，还是高压密闭空间下的热失控与自燃？第二，海鲲号原型舰在首航测试时，那6台柴油发动机组并联运转产生的噪音，在声学上主要是通过哪种途径传播，从而最容易被敌方的声呐锁定？是通过排烟管排出的废气与热水传播，还是通过发动机与耐压钢壳的物理接触，直接震动海水传播？大家可以先把你们的答案打在评论区，威廉也会在最后为大家揭晓我认为最合理的技术解答。最后，让我们回到一个最本质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海鲲号在立法院朝野两党围绕119.5亿元的后续建预算吵得不可开交？在野党担心原型舰还没完全通过测试，盲目拨款会把错误复制。但从精密重工业的角度来看，潜舰建造是极其脆弱的，零件需要提前数年向国际供应商支付定金。一旦后续预算遭到全面冻结，不仅会导致生产线停摆，国外供应商丧失合作信心，还可能导致台船800多名直接参与 IDS 的资深工程技术人员流失。人才一旦散了，生产线一旦断了以后，想要再建立起来，可能又是另一个30年。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造潜舰？这不是为了去大洋深处决战，而是为了在台海周边发挥不对称吓阻的战略。当我们打开地图，就会发现台湾海峡平均水深只有大约60公尺，这里其实不适合大型潜舰活动。但只要你跨过台湾东部，海床会像悬崖一样陡降，瞬间变成几千公尺深的太平洋深渊。这里有着复杂的洋流和温度分布，在声学上，这里就是常规潜舰最完美的庇护所——温跃层。当海面上的反潜直升机或反潜舰向水下发射声波时，声波碰到温跃层会发生折射，根本照不进深水区。而常规潜舰装备上自研的弹性基座和消音涂层，只要关掉柴油机，只用电瓶供电，静静地躺在温跃层下方，
它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无法被侦测到的水下幽灵。这就是不对称作战的核心，我们不需要去拼大船、拼数量。海鲲号和它后续的姊妹舰最大的战术价值就是存在威胁，只要我们手握几艘能够随时出击、静音性能优异的常规潜舰，潜伏在关键的水道咽喉，任何想要通过这些水道的水面舰队，都必须在头顶上悬着一把看不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了防范这几艘不知道藏在哪里的潜艇，对方必须动用10倍甚至100倍的反潜兵力，极大的消耗其战术资源。这就是用最务实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安全空间。影片就要来到尾声，威廉现在就来揭晓刚才那2个技术难题的答案。首先是锂电池，答案是高压密闭空间下的热失控与自燃。因为潜舰在水下是绝对密闭的，一旦锂电池发生热失控，产生的有毒气体和高温在几秒钟内就能让整船人窒息。这也是为什么研发团队要花巨大精力研发高标准的防燃烧热失控溶胶抑制设计，确保每一颗电芯的安全。第二个是噪音传播，答案是发动机与耐压钢壳的接触直接震动海水传播，也就是固体传声。机器运转时的微小震动，如果直接传导给钢壳，钢壳就会像喇叭一样把声音放大到海里，所以必须采用自研的弹性基座技术，把机器和钢壳物理隔离，阻断声音的传播路径。答对的朋友记得在评论区给自己点个赞。最后，威廉还要留下一个进阶的问题，邀请大家一起来动动脑。如果海鲲号后续舰成功换装了第5代高安全性锂电池，在完全没有传统 AIP 系统的情况下，它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新挑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威廉会在下一期影片中公布我认为最合理的解答。大家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下一期的更新。今天关于海鲲号常规动力潜舰的深度解析，我们就探讨到这里。从美国洛马公司的技术支持，到台船工程师们的科研奋斗，从30年外购无门的绝望，到多国技术专家的暗中协助，海鲲号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国防自主奋斗史的一个缩影。我们之所以能对未来保有信心，能继续享受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由与繁荣，背后都不是依靠幻想，而是依靠这些实实在在随时保持战备的国防科技。支持这种务实、理性且具备不对称优势的发展政策，就是支持我们自己的未来。如果你喜欢这种用逻辑参数来拆解军事装备的深度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我是威廉，感谢大家对国防科技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